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赵丽颖新剧《浴火之路》强势定档，3大演员加盟，引爆期待热潮。已经到了9月，暑假期间的主要电影已成往事，现在国庆档的影片正向我们走来。每年的国庆档都是各种类型电影竞争的最佳时机。去年的国庆档依然让人难以忘怀，张艺谋和陈凯歌的2位导演强强对决，场面可谓激烈至极。一部是主旋律电影，而另一部则是犯罪片，两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票房成绩。随着国庆的临近，观众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前一睹为快。不少电影对粉丝十分厚道，早早就宣布了定档于国庆的消息。在这些电视剧中，参与的演员中不乏实力派，比如葛优和马丽等人，他们参演的电影同样备受欢迎。然而，在众多影片中，唯一一部热度显著高于其他，那就是赵丽颖和肖央共同主演的《浴火之路》。观赏完电影的预告片后，我只想表达，这部影片具备很大的潜力，确实有成为爆款的可能。赵丽颖是否能够担任女主角，并且创造出票房奇迹？提到赵丽颖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她在电影《第20条》中饰演的哑女。尽管只是个配角，但她扎实的演技和令人惊艳的表现，瞬间提升了观众的情感共鸣。当她抵达天台的尽头时，默默地用手势引导着观众，使他们的情绪达到巅峰。凭借这个角色，赵丽颖顺利夺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荣誉，这一成就确实是众人所期待的。在看过她饰演的配角后，我常常想着她何时能担任电影的主角，没想到机会来得如此迅速。坦白说，如果《浴火之路》的女主角不是赵丽颖，很多观众可能会变得没兴趣。由于它并不具备像犯罪剧或主流大片那样的固定观众群体，作为一部聚焦打拐题材的影片，自然会显得小众。然而，碰上了演技出色的赵丽颖，也许能够引发意想不到的火花。黄沙弥漫，犯罪团伙猖獗，有3个家庭因种种原因失去了孩子，他们犹如失去灵魂般，开始了寻找被拐儿童的旅程。原以为孩子被拐卖的故事会涉及亲情与悲苦，忍不住担心国庆档的煽情元素是否受欢迎。然而，看过电影预告后，这些顾虑全部消失无踪。因为这次的拐卖案真的非常严峻。为了寻找孩子的线索，他在人群中以不同的身份潜心观察，戴着墨镜宛如一位黑帮首领，一头小卷发加上涂抹红唇，使自己显得更加气场十足。提起话来，他更是毫不含糊。当初去到人贩子藏身之处时，那人依然嚷嚷着要他放弃寻找。然而，当他一开口时，我愣住了。寻找孩子需要资金，而我手头没有钱，因此说出了我把你给买下了。哎呀，真是个厉害角色，这倒反天罡居然把人贩子先收了。还是头一次听说这种事。对面的人见状，有气势地朝自己走来，直接吓得狼狈不堪了。但紧接着他就被击倒，眼看着啤酒瓶朝自己砸下来，这才透露了孩子的行踪。赵丽颖在影片中失去孩子时，并非简单的坐在地上哭喊着孩啊孩啊，而是将她内心的所有情感深藏于眼神之中。如果问到是否存在苦情戏，那是肯定的，全都体现在赵丽颖的眼神里，仿佛透出了郝秀萍的影子。此次她作为主角，看来这部电影的票房大获成功已经是板上钉钉。而一旦演员阵容公布，那么就更加稳固了。阵容令人惊叹，具备成为热门的潜力。
要让电影取得成功，首先就必须确保强大的阵容，而从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来看，实在令人垂涎，满怀期待。肖央作为 KTV 热门歌曲《小苹果》的演唱者，近年来在影视行业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当时在听《小苹果》时，你并没有提到会进军影视圈啊，结果却从最初的谐星转变成了如今颇具格调的演技派。作为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，他最初满街发放传单，焦急地呼喊着寻求孩子的下落，来不及梳理头发，凌乱不堪，面容脏污黝黑，让人看了心碎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孩子迟迟没有消息，让人感到绝望，眼中流露出一种麻木的神情。尽管他与赵丽颖一样感到麻木，但斗志依旧存在。面对人贩子，他身穿西装，将对方绑在自己面前。为了惩罚人贩子，我用塑料袋覆盖住他的头，以此释放心中的怨恨。在花絮中，肖央为了增强效果，主动提出一个主意，用烟头烫破塑料袋，使空气完全释放。此时的他已经变得目光如火，而那个本性踏实的父亲，为了孩子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冯德伦扮演的人贩子，为了追求最佳的观影体验，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肖央。他努力拍摄了多次窒息镜头，以期在最终上映时呈现出理想的效果。不仅是他们，演员刘烨也让人感到意外。由于他的孩子早已因拐卖去世，他的状态显然与赵丽颖和肖央略有不同。前两者展现的是普通人的奋斗，而刘烨则早已身陷重围。首先，他的眼神显得很不同，淡漠地注视着他人，如果不说话，还真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拐卖儿童的人。光是微微皱眉，便能感受到那种透出的杀意，令人不由自主的毛骨悚然。原以为肖央的变化已达到极致，但在刘烨饰演的赵子珊面前，他显得微不足道。刚一登场，就让人意识到他的威势。当轮到他进行打戏时，他的动作更加迅捷灵活，瞬间在拐卖者之间劈出了一条血路。尽管不是主角，但他的气场依然强大，演出引人注目。看到这里，不知道各位是否也对国庆档充满期待？反正我已经被这种氛围感染，开始翘首以待今年的国庆了。